嗨，大家好，我们好久没有拍影片了。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我们购买的新玩具，这一颗 Mercury 水星的船外机。那这一颗是水星15马力的2行程船外机。那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购买这一颗船外机。那首先，它这一颗是东发代工的。那 Mercury 是美国的品牌嘛？那后来我听老板说，他们是有买了50%的东发的股份，所以后来他们就小马力引擎全部都改由东发代工这样子。那这一颗的话，它是东发的18马力的引擎哦，然后那个缸径是60 Nm， 冲程是52 Nm， 然后排气量是294 cc 的哦，所以它表现应该是相当的强劲，所以我选择了它。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重量是41公斤，我这边这个后面的牌子上面是标示 40.8， 不知道是不是后来有在轻量化，所以它标示的是 40.8。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它的第一眼的感受啊，就是我开箱之后它的感受。那基本上我之前买过2颗船外机，都是中国海地的。那我买过一颗是3马力，一颗是9.8马力的。那我们就是以我这个过去使用中国机的使用者的感受来看一下这一颗船外机。好，那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第一眼的话，当然是说这些东西感觉相对比较精致一些啦。不过 Mercury 这一颗，我是觉得它的烤漆品质没有到很好，就是有很多颗粒的部分，那个应该就是它这个零件做好的时候，然后上面有被砂纸喷到，然后它又再烤漆上去，所以就会一颗一颗的这样子。例如说在这个把手关节这边啊，然后例如说这边也是有一些，就是不是很平啊。然后它的烤漆好像有些地方是没有烤完整，在引擎缸体的部分。所以相对这部分而言，我在中国机子反而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形的。然后整体而言，我是觉得使用感受还不错。就例如说这个转动的质感、阻尼感是非常的滑顺平顺的。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滑顺平顺，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刚好的紧度，就是不需要施很大力，但是就很柔顺这样子。那油门的预设的原厂的松紧度我没有去调，我是觉得也还不错的这个感觉。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它的油门把手这部分。我觉得它油门把手算设计的比较特别，它这边是用齿轮结构，然后它的整个联动的机构都是用这种不锈钢条，然后还有齿轮，所以它相对耐用性应该是非常高。这个上次我也有在群组听到其他钓友分享这件事情。我本来以为其实船外机的这种油门部分应该都是拉线的，但没想到它真的是这么特别，它是用那种齿轮机构，然后直接这样子传递进来，然后控制这个里面。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它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再来的话，我本来的那一颗海地的是9.8马力的，那它的就是这个后面这个进气的部分会稍微比较容易被海水泼到。然后我发现这一颗水星的话，它设计的是比较好的。它这边是这种结构，就是说它进来之后，这边是有一个挡片的，然后它有往上，然后里面的话它是有类似像一个蛇笼的结构，就是它不是直接就是可以看得到里面的，所以相对它防海水的性能应该会比较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小船如果是在海上跑的时候，很常那个水都泼来泼去，泼了整颗外面都是湿哒哒的，所以它这个设计这样子，相对就不容易海水会泼进来。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它一个很棒的地方。然后我后来回来检查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外壳里面它这边有类似像隔音棉的材质，我不确定它这是贴上去的，还是把里面的塑胶加工，反正就是做成有可以类似吸音消音的那一种，就是颗粒状。然后这一台的话，我觉得它那个吸声块，阳极吸声块的话，它是特别多的。就它一般就是后面底部一个，那个也可以控制微调那个船外机的方向嘛。然后还有这边一颗，这边一颗。对，它光外面的部分就有3颗。那我看东发的手册是说里面有1颗，但是我没有找到它在哪个位置。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它的有一些设计不好的地方啊，例如说就是这个，它这个安全绳的这个扣子的话，它这个是这样扣的。但是你在拉掉的时候，你看它这个按钮会被扭到，我觉得没那么好。如果像海地的话，它是设计在这里，然后是平的，所以你人一动不小心用力拉扯的话，它刚好就掉了。不过它这条绳子设计的非常松。哎呀，我拿到这条是海地的，我拿 Mercury 的来，我们一样是这个安全绳。来，你看这个是海地的，有没有？它就很硬。那 Mercury 也很软，
我觉得它相对也是避免去损坏这个座啦，所以把这个做的这么软，你看，很明显吧？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座的话，其实可以设计成是在手把上或是在这个方位会比较好，因为你刚好拉扯的方向就是一个平行的方向，不会是像这样会形成一个直角嘛，相对就容易损坏。好，那像这个节气门拉的感觉是没有说差异很大，但是这个的话会是一个是比较轻松拉，然后柔顺的感觉，但是它的卡点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例如说它的这个排档的这根杆子的话，我觉得相对就很明显，就是它咔的声音是非常的清脆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配件好了。那像这一台的话，它附的是有油管，然后油桶。那这个油桶的话，我觉得质感看起来还不错。那这个油管的话，材质跟大陆机的也不一样。我买海地的，它的是橡胶式的油管，那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摸起来不像橡胶，看起来好像比较耐操的感觉。那这个油球的话，品质看起来也不错，就是可以捏的这个油球。然后这上面都有印 Mercury 的图案，然后有方向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方向不能搞错，因为水星的船外机它这个设计这一边接油桶的是用螺丝锁的。那老板跟我讲说，这个是好像是因应美加那边的法规，所以他没有做快拆的结构。我个人认为这个是非常的不方便。但是他们好像是为了确保说这样子的话，它不容易脱落之类的。但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我就不知道。那水星的这个头是这种的，比较像我们在打气用的那种接头，不是像其他日系的是一个比较方形的快接头。那海地也是用那种，因为大陆机基本上都是仿日系的，他们好像都是仿雅马哈还是东发之类的，然后他们是用那种接头。我觉得那种接头也有好有坏啦，没有试用过，我也不知道差在哪里。好，那接下来它的工具包，水星的这一颗的工具包非常简陋，它只附了这2个小工具。如果正常来讲，起码要可以拆这个的吧？它就只有让你拆这个啦，启动绳。但是这个没办法拆火星塞所以我觉得实用性大幅降低了。万一你火星塞在海上坏掉，理论上你是可以马上更换的，所以这个工具包是不够的。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出海的朋友，应该要记得去把这个工具包完善，就是确定一下，就是说，例如说可能十字起子、钳子然后那个火星塞拆装的工具至少要有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它的火星塞。那这颗的火星塞它算相对比较特别，也不能说特别啦，就是船外机的火星塞都是 BR7HS 居多，一般外面比较能够买到的是 B7HS。那为什么会多一个 R？ 一般摩托车的不会有这个 R。那我后来去查，它是说 BR7HS 的那个 R 就是有阻抗这样子，然后它会稍微限制引擎的动力，但是差距非常小，在 NGK 的网站上面有写。那它主要是说避免那个产生杂讯，就是比较不会影响到船用的无线电GPS 什么挖哥的设备这样子。然后这颗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它后面有一个杠石。那杠石的话就是大间隙的火星塞，大间隙的火星塞就是说它的那个火花跳的距离会比较长嘛，稍微多了一点点。然后根据 NGK 官网的资料是显示说，这样子的话它的燃烧效率会更好一些。但是就必须要考验它的发电能力，所以这一颗的发电能力应该是不错，所以它搭配了这个大间隙的火星塞。那一般的话是没有这个的，就是像我那个海地的话就是没有杠石，就是一般的。可是我记得只差一点点就差个0.1毫米还0.几毫米这样子而已。然后它有附这个启动绳跟这个安全扣，就是万一你的这个安全绳掉了不见了，那就可以用这个。那这个启动绳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上盖拆开，然后万一你这个拉绳断掉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绳子绑一个结，你要套在这里，然后直接用拉的就可以发动了这样子。算是海上就是如果故障快速排除的话，就需要用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都特别重要，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带在船上，免得你的船掉在海中间就好笑了。上次我们有一个钓友就是船故障了，船外机故障了，然后他划回来，我记得好像划了2个小时，用桨那样慢慢划，太累了，想到就累。而且因为他回来之后会偏离本来的航线嘛，因为会有海流，所以说偏离本来停车的位置，然后就好像又走了蛮远这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好，那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台湾代理商买的是基准，应该不能说代理商。
水星好像是只有发经销商，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主要的经销商就是基准。那其他船外机店好像主要也都是看他们拿货。那它这边里面就有另外有这个保护卡什么的，然后这个是保养日志。然后它手册的话，它是只有英文版的，还有一些保固的声明。那美加的部分的话，我打开来看，它电系的话是保固3年，那其他船外机的部分是保固6年。我希望台湾的经销商可以跟上这一个良好的政策啦，因为目前台湾我这边它上面是写只有保固1年，我个人认为非常短啦。如果在国外的话，我看基本上都是保固5年起跳啦。台湾我是觉得说，希望经销商或是其他品牌的代理商，大家可以跟进，就是让大家用得更安心，一用就好几年都不会坏，都没有问题。有问题就找原厂，这种感觉会比较好，会更稳定。然后另外的话，我想要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它这边这个设计它是就是你的这个船外机如果要变成潜水模式，或是把它整个翘起来的时候，它这边这个必须要往下扳，它才可以翘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它是完全锁住，你这样的话是完全动不了。那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啦，因为像海地的话，它是一根杆子在那边推。有时候推不准，或是你搞不清楚它的机构，就会你必须要去记，比较复杂。那这个使用就比较无脑，推下去就是可以动，然后往上就是可以往下放。你要往下放就把它往上推就整个可以放下来了。然后另外的话，它这一颗的话，这个外壳设计这边是可以握的把手，是不会刮手的。它是本来设计就给你可以这样子握。那如果是海地的话，我当初有曾经被这边割到。因为它这边这个塑胶壳，它一样有那个洞嘛，我就顺手就去抓了，但是没想到它那个是不能抓的，它非常的利，所以我那时候手有被割受伤。然后它的这个船外机手册里面有写，就是说如果这一颗你要放在地板的话，它不是这一面朝上或这一面朝上，它的原厂建议啦是说把这一面朝下，朝地板，然后手把朝天空，因为它这边有设计一个平的2个，那它就是可以整个就是设计来让你磨的啦，基本上是这么说，所以它就是有设计过，蛮多细节都有考量到，我是觉得还不错。然后2行程的话，除了不能整根倒放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倒下去4个方向都是可以的，没有限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定买这一颗。我本来是打算买4行程的，那我自己是觉得好险没有买，因为4行程的它那个第一个太重了。4行程最轻的，我印象是43至45公斤这颗41，我已经觉得扛得疲累累了。如果是买4行程的真的是不得了，太重了。那我在网络上有认识一位卖船外机2手的钓友，那他的话，他是跟我讲说，建议可以就是去买那个吊车的那种绳子，或是安全带那种绳子，反正就是绑货的，然后可以绑住这里跟这里之类的，然后就是用背在肩膀上这样子，直接用扛的啦，就是不要用手抬。用手抬，我觉得41公斤，假设你是没有练健身的人，真的是有点吃力我之前跟我妹的朋友的男朋友聊天，他是健身教练，他是说他们在练健身的话，是拉一下就是50公斤就是划船的那个动作，拉一下是50公斤。所以如果他们来搬这个，可能会觉得还好，但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真的是不得了。那很多钓友都一直跟我说日系机多棒多棒多棒，所以我最后就想说，好吧，要不然就买来试试看因为我本来那个用 9.8 了，我是觉得它的马力稍微不够2个人用。你如果说2个人，然后又加钓具的话，然后还有那个渔获什么的冰箱，会有点吃力，因为橡皮艇容易翘头，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橡皮艇的头比较轻，后面比较重，所以 9.8 马力会很容易翘头假设你船头压不够重，翘头之后，它就会一直维持翘头速度就上不来我那时候看一下网络上，就是15马力以上的船外机，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它就是说物理上还是会翘头，但是15马力以上的船外机是有能力从那个翘头中爬出来的。那它爬出来之后，当船头掉下去之后，它就会形成那个滑行的模式了。船一定要滑行才会省油又快。如果说像 9.8 这一颗，我之前在线溪那边测试，它时速是可以达到32的，2个人加钓具这样子。但如果当一样的载重的情况，它如果变成翘头，那基本上它的时速顶多大概15，它就没办法突破那个速度，可能15、20不会超过反正就快不起来。但是当滑行之后，可以达到32。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一样是全油门，但是一个是只有15、20，那一个是32，所以滑行对于就是玩船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假设你会跑远的话，
那你又说近暗小搞搞，那应该就是没有差。好，那我们等一下准备来试验看看，给它发动起来看看。